箱中是一把刀，此刀乍一看宛如黑色的石头天然形成，虽浑然一体，但却很是粗糙。可这把刀似是吸收了无数物种的血液，散发着浓郁的血腥之气。远古之后，时代初期，远古留下的遗迹资源无数，率先修武之人得尽时代红利，而其中又属祖武天河遗迹资源最多，因此祖武天河出现了不少庞然大物，一时间风头无两，就连散修人士也有不少名扬天下之辈。其中一位乐于锄强扶弱、主持正义的侠士，因手持兵任名为斩妖剑，而得到了斩妖大帝的名号。而在七界天河，也有一位同样获得大帝美誉的存在，此人并非修武者，乃是一名戒灵师。他所持兵刃乃远古时期的宝物，名为屠魔刀。刚好那屠魔刀与斩妖剑名字类似，二人行事风格相同，因此他被世人称为屠魔大帝。虽说随着时间流逝，远古历史被世人熟知，人们知晓，原来在远古时期，唯有人族至强者才配得上大帝之名。故而，也有不少人觉得屠魔大帝与斩妖大帝之名不过是个笑柄。尤其在他们相继去世、影响力减弱之后，还有不少人以他们当年的名号来嘲笑他们。毕竟，他们当年虽然有些名声，但也只是那个时代的强者之一，远远没有达到最强的地步。可在我看来，他们二人就算配不上大帝之名，可在强者如云的时代初期，能闯出名声，自然皆是一号人物。斩妖大帝当年天赋异禀，斩妖剑只是辅佐之物，但听闻屠魔大帝能有当初成就，则是离不开那把结界兵刃屠魔刀。毕竟是与天师神宗那把天师神剑并称为这个时代最强的两把戒灵师兵刃。百里虚空话到此处，看了一眼那箱中的黑色石刀。自从屠魔大帝去世，无数人想拿到他的屠魔刀，但却皆是未能找到。我玉宗虽因缘际会下得以发现此刀埋藏之地，但也是花费了不少的力气才拿到此刀。很显然，箱中这把刀便是屠魔刀，不，天师神剑只是天师神宗自己打造的法器，而屠魔刀却是远古时期一位神秘的戒灵大师所造。相传那位戒灵大师可是曾与戒灵大帝争锋的人物，天师神剑完全没有与屠魔刀相提并论的资格。戒天染纠正道：识货。百里虚空道：老夫向来行事光明磊落，喜欢就是喜欢，好刀就是好刀，绝不会遮遮掩掩。但你也清楚，若是老夫得到此刀，定会如虎添翼。你真愿将此刀交给老夫？戒天染问。七界府主愿意助我玉宗的话，我玉宗又何尝不是如虎添翼？实不相瞒，若是我宗玉主大人还在，这修武界早就一统。我玉宗的玉主大人之所以早早便进入第9道天河，正是发现这当今修武界束缚了我等。玉主大人觉得这8道天河谁能称王毫无意义，能主宰第9天河者才是真正的强者。而我玉宗之人之所以并未随玉主大人离开，正是有要做的事，这便是我玉宗想请七界府主帮忙之事。完成此事，我玉宗也将进入第9道天河之中。我想七界府主得到神之时代的力量，也将踏入第9天河吧。进入第9天河，我们身为外来者，人生地不熟，难免行事不便，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所以我玉宗与七界圣府其实从来都不是对手。百里虚空道。闻言，戒天染倒是微微点头，若你所言真心，确实如此，绝对真心。百里虚空道：既然如此，那便先看看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是否愉快吧。戒天染此话一出，百里虚空面露喜色，他知道这个合作算是达成了。与此同时，楚风也在那狱宗老者的引路下，来到了狱宗位于血脉天河的一处密地。这里本是一片荒漠，可实则暗藏玄机，竟隐藏着一片绿洲。只是想进入这绿洲，需要手段才行。这片绿洲美轮美奂，但并非狱宗打造而成，而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地方，只是被狱宗发现占领。楚风以狱宗老者的名号进入此地，并没有引起任何警觉，只是踏入此地这一刻，楚风便心中一紧。这里有高手坐镇。楚风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那股气息毫无隐藏，竟是4品天神。叫人？淡淡问。毕竟楚风现在身后其实有着诸多帮手，只是如今都在图腾天河待命。4品天神？楚风道。4品天神？那怕是要找赵氏仙族帮忙了，不知他们是否还愿意。淡淡道。就怕如那夏侯爵一样，虽是4品天神，但却能提升1品修为。楚风道。那糟了的，若真是那夏侯爵，赵老八也不是对手啊。不过没事，有本女王在，不用怕。淡淡拍着胸脯道。淡淡的话自然安全感满满，可楚风逼不得已是不想让淡淡出手的。上一次出手那么短的时间，便耗费了那么多本源，若再次出手，
可没有本源给蛋蛋疗伤了，那该如何是好？而就在此刻，神鹿的声音响起：“楚风，本神的力量恢复了。”闻言，楚风松了一口气。若是神鹿的力量恢复，那可真是无所畏惧了。就算他成功不了，但也没人能够留得住他。蛋蛋，若被发现，咱不与他们打，咱们跑。楚风道：“跑。”蛋蛋神色一滞，楚风则是告诉了蛋蛋神鹿力量恢复之事。闻言，蛋蛋也是表示赞同。行，那若是情况不对，咱就跑。这处绿洲是狱宗的一座大本营，到处都是狱宗之人。楚风不知狱宗是否有强大的侦查手段，所以倒是没有直接使用观察之法。反正凭借狱宗老者的身份，楚风其实可以光明正大的打探。很快得知祖武戒宗遗迹所在的位置，且也得知了2个消息。一个消息是祖武戒宗遗迹已经开启，已经可以踏入其中，但另一个消息却是糟得很。狱宗的一位狱帅镇守在那祖武戒宗入口处，不允许任何人踏入。楚风所感受到的气息，正是那位狱帅所发出。不过楚风得知，这个狱帅并非夏侯爵，而是一名女子，叫做乌马寒霜。但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样离开，不管怎么说，都要一探究竟。于是楚风借机靠近，来到了那祖武戒宗遗迹近前。这座祖武遗迹从外表来看，就像是一座古城，但造型奇特，散发着诡异之感。怎么看着像邪门歪道建的？这座祖武戒宗的遗迹，莫非是假的？淡淡问道。他是觉得这座遗迹看起来很蹊跷，与祖武戒宗的风格完全不符。虽然造型独特，但确实蕴含祖武戒宗独有的气息。楚风则觉得并没有找错。这座遗迹据说是几座遗迹中最难的，之前若想开启，应该需要费些力气。而眼下这座遗迹没有任何防御结界，大门也是打开的，确实是开启状态。虽说其中多半也是蕴含考验，但至少这最难的开启部分已经完成，倒是省力不少。毕竟楚风听闻这是连7届圣府都无法开启的遗迹。楚风一边观察，一边向遗迹靠近。找死吗？可突然一道蕴含些许威压的声音自那门内传来。唰！楚风被震得倒退数米，但还是对方手下留情的结果。那是一名女子的声音，语气冷冽，仿佛没有感情。她必然就是那个乌马寒霜了。见状，楚风赶忙对着门内施以一礼：“大人，属下是听闻这祖武戒宗遗迹开启，所以便出于好奇过来看看，并无冒犯大人之意。此乃禁地，滚远些。”那乌马寒霜的声音再度响起，并没有因为狱宗老者是狱将而给一点面子，甚至没把他当人。他狂什么？本女王进去灭了他。蛋蛋不高兴了，他不允许有人这样与楚风说话。没事没事，他骂的是狱宗的刘宽广，又不是我楚风。相比于蛋蛋，楚风倒是觉得没啥，而是直接转身离开。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而蛋蛋听楚风这样一说，那心中的怒火倒也是减少了大半。毕竟楚风现在的确是伪装成了那刘宽广的模样，而并非楚风。哈哈，老刘，挨骂了吧？让你好奇心重，都一把年纪了，怎如此不稳重？可走了没多远，一道暗中传音响起。楚风很快锁定了目标，那是不远处的一个头戴斗笠，同样有着狱将身份的狱宗老头。刘宽广，有人与我说话，给我讲一下你们的关系，否则赐你刑罚之剑。楚风赶忙向刘宽广询问，同时模仿了一下刚刚收到的声音。而听到楚风这样一说，刘宽广哪敢怠慢，立刻通过楚风模仿的老者声音辨别出了对方的身份。那位姓孙与刘宽广修为相近，算是老相识。而就在此时，那狱宗老者已是来到楚风近前。咋了，刘兄，咋不理我？被乌马大人训斥，不高兴了？那狱宗老者接连问道。没有，我怎会因乌马大人的训斥而不高兴？楚风连忙回道。那就好，话说你怎么跑这来了？狱宗老者问。我到这里执行一项任务，任务结束顺便来这祖武戒宗遗迹看看。楚风暗中说道。离远点看看就行了，进去就别想了。这祖武遗迹有大用处，乌马大人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祖武戒宗遗迹。那狱宗老者回道。闻言，楚风犯起了难，他已经观察过了，那道大门是唯一入口。若是狱宗一直不让进，那楚风还很没办法。毕竟那乌马寒霜就在入口之中，楚风也没把握可以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进去。可忽然，楚风脸色变化，他发现从狱宗内走出了一人。此人也是狱宗之人，看样子身份很是普通，连狱将都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从门内走了出来。老孙，那人怎么进去的？楚风赶忙问道。和他比什么？那可不是寻常人，那是乌马大人新收的弟子。此人年纪轻轻，实力极强，虽说刚入狱宗没多久，但他的身份地位可不是咱们能比的。狱宗老者道。
原来如此，楚风微微点头。可就在此刻，楚风发现那人的目光投向了他们这边。叫你们离这里远些，听不见吗？那人开口，是一名女子，声音与那乌马寒霜倒是有些相似，是那种冷漠没有感情之人。这就走，这就走。见状，身为玉江的老孙赶忙弯腰施礼，看得出来他很怕那女子。而楚风也是跟着施礼，旋即准备跟着老孙你离去。可下一刻，那女子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是暗中传音，只是她的话却让楚风感觉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楚风，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来这！